云锦在璃月，我们一般称呼他为云先生，是戏团云汉社的当家，也是璃月港风头正劲的名角。云锦不仅戏演得好，他还懂得创作。云汉社有不少戏就是出自他手，一首《神女劈冠》也是唱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本人词穷，只能用一个好字来形容我的感受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。我这热度确实蹭得有点晚，本来我是想着出了申鹤没必要再出云锦的攻略了，因为他们的机制是一样的，但考虑到申鹤是5星，4星角色和5星角色的持有率还是有差距，而且云锦这不是又复刻了吗？所以本期攻略我会在申鹤攻略的基础上进行讲解，没看过的也别太担心，我会用更简单易懂的方式说明的。首先是角色定位，云锦通用普攻增伤辅助，没有属性限制，只要是以普攻为输出核心的角色都可以和云锦组队，例如萧公、雷泽、女仆、灵人等，辅助能力非常优秀。虽然现阶段以普攻为输出核心的角色并不是很多，但还是推荐抽取。天赋加点主 Q 负 E， 大招是云锦最重要的加伤手段，建议点满。如果不奢求云锦打输出的话，元素战绩也可不点。普通攻击，作为一名戏曲家，云锦的普攻动作里当然也都带着点练戏时的身段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闲来无事时也可欣赏欣赏。不过毕竟这不是云锦的主要伤害手段，就不着重讲解了。元素战绩分为点按和长按，点按就是单纯的造成范围伤害，长按进行蓄力，期间会暂时形成护盾，护盾和生命值挂钩，一级的战绩盾量大概有3000左右，因为是炎盾，换算一下就是可以吸收4500的伤害，满级盾量是6000左右，可以吸收9000左右的伤害。护盾只会在蓄力期间生成，结束蓄力后就会消失，期间若是被伤害打破了护盾，则会强制结束蓄力状态。你是否联想到了北斗的元素战绩呢？没错，是一样的。这个护盾的作用其实就是让我们在战绩释放期间处于霸体，并且保护我们不受到伤害。没有这个护盾的话，在高压环境云锦就很难长续了。战绩的蓄力分为1段和2段，伤害依次递增，范围也会逐渐变大，击退能力也会随着蓄力逐渐变强。2段蓄力的击退能力最为明显，可以稳定击退讨债人。点按和1段蓄力则做不到这点，实测各种鱼人中均可被击退，但根据怪物体型的不同，击退的效果也有差别，像是水胖、冰胖这些，顶多算是个猎钱。云锦的挖矿能力并不强，还不如大剑角色的一刀，所以战绩长续的削弱能力其实一般。若是云锦在被敌人攻击的瞬间释放战绩，则会以2段蓄力的形式释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完美弹反会直接触发2段蓄力。云锦和北斗一起组队的话，应该会很有意思吧。在元素附着方面，点按和1段蓄力是强炎附着，2段蓄力则是超强炎附着，可以直接破除黄金王兽召唤的受尽拳手，对黄金王兽保具。另外长按和点按的 CD 都是一样的，均是9秒，不过长按的产球会更多，点按是2颗球，1段蓄力可能是2颗，也可能是3颗，2段蓄力则是稳定3颗，而且2段蓄力所需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，相比点按和1段蓄力优势明显。所以实战中能弹则弹，不能弹就长蓄。蓄力状态我们可以通过云锦身后的旗子的亮度来判断，蓄力时间越长，旗子越亮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可以通过音效来判断蓄力层数，在听到第2声灯的时候重看按键即可。云锦这个元素战绩的倍率是非常高的，不过毕竟云锦不带输出装，所以也只能算是补点伤害的小技能。元素爆发，云锦最核心的加伤技能，开大瞬间会造成一段炎伤，并给队伍中所有队友包括自己施加飞云奇阵。这段炎伤属于强炎附着，和战绩点按的附着是一样的。飞云奇阵会依据云锦的防御来提高队友的普通攻击伤害，有人可能会想到拿它来辅助一斗和胡桃，但重击和普攻其实是2个东西，所以只能说能用，但提升很小。和传统辅助不一样，云锦的大招加伤不仅具有时间限制，还有次数限制，12秒30次普攻伤害加成，而且对群时会依据击中的敌人数量额外消耗次数，也就是对单时打到1次算1次，而同时打到2个敌人时则会一次性消耗2次，所以相较于传统辅助，对群时是亏磨的。不过好在伤害加成还是挺高的，算是个小班尼特。一个80级突破的小毕业云锦，防御力大概会有2200左右，我们算它2000好了，方便计算。那么13级大招 68% 的防御力，就是提供1360的基础伤害加成。注意这个伤害是不吃队友的普攻倍率的，因为已经吃了云锦的技能倍率了。虽然和班尼特给的攻击力同属一个大城区，但概念还是有点区别的。班尼特提高的是队友的攻击力，所以能吃到普攻倍率；云锦提高的是队友的基础伤害，所以吃不到普攻倍率，不过是可以吃到队友的双爆、精通和元素伤害加成的。具体公式是这样，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云锦把自己的伤害给了队友，然后借助队友的面板给打了出去。你可以说它是副 C， 也可以说它是辅助，只要理解没问题，那就都行。这里我们以萧公为例来看云锦和班尼特对萧公的伤害提升吧。
这是我云锦和班尼特的面板。首先是什么也不吃的萧公裸射的第一件伤害，差不多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浮动。然后是吃了云锦大招加成的伤害，可以看到提升在6000到7000这样。接着是班尼特大招给的提升，是在6000左右，略低于云锦一点。但是前面我也说了，班尼特给的攻击力是吃角色的倍率的，而云锦是固伤加成，所以在萧公后几件倍率更高的情况下，肯定还是班尼特要优于云锦的。当然我的测试并不严谨，没有吃到云锦的4命加成，也没有利用到双眼的效果，以及云锦6命的攻速加成也没考虑进去。这里我也补录了吃到双眼、双火共鸣以及4命的情况，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好了。至于云锦和行秋的选择，其实两者对萧公的提升都是差不多的，你们更喜欢谁就用谁吧。如果是灵人的话，那就无脑云锦。云锦在和萧公搭配时，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萧公这个元素战绩的倍率加成是只对萧公自己的伤害生效的，云锦给的伤害是吃不到这个倍率的，这点还是比较特殊的。飞云奇阵虽然能给全队角色分别享受到次数加成，但毕竟一个人有30次，12秒的时间我们都很难让一个人消耗完，更何况是4个人。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，目前云锦依旧是战场主 C 一个人的普攻馆。大招的加伤触发条件比较简单，只要打出攻击就能触发云锦深壑这类效果，即便是打到盾上或是免疫了，也是会消耗次数的，使用时需要注意。我自己在使用时发现了比较神奇的一点，像是一些任务里的可破坏场景，例如丘丘人哨塔、路障、热气球这些，我们是可以打出伤害的，但也是不会触发云锦深壑这类伤害加成效果的，应该是官方特意做的优化吧。不过对实战来说也没什么影响，就当是冷知识好了。固有天赋2，当队伍中不同元素类型的角色越多时，云锦大招的防御力加成就会越高。可以看到1、2、3种类型时，每次都是提高 2.5%， 而第4种类型直接提高了 4%， 说明策划是想鼓励我们玩杂色队的。但就目前而言，双色元素共鸣的价值还是会更高一些，特别是像双火、双炎这种，收益会更大，而且同色队友也能相互充能，个人觉得没必要太过在意这个天赋。命座一命减少元素战绩 18% 的冷却时间，也就是9秒变成 7.38 秒，云锦一般2轮战绩才能充满大招，所以这个一命相当于缩短了3秒的时间轴，能和大招15秒冷却对上了，还是非常实用的。2命进一步提高大招的辅助能力，不过这 15% 的普攻伤害加成是在元素伤害城区的，多城区提升和飞云奇阵相辅相成。3命提高大招等级，4命在云锦触发结晶反应后还能提高云锦 20% 的防御力，所以在云锦开大前最好先给怪挂个元素，这样才能收益最大化。6命会提高大招状态下角色 12% 的普通攻击速度，稀缺的攻速城区对没有卡漏的弓箭角色来说收益是最高的，像是大剑这些卡漏明显的收益就一般了。配装思路，先说说武器怎么选择吧。首先云锦自身大招循环是非常困难的，而且目前枪系武器也是没有防御加成的，所以我们主要以充能武器为主，5星剃刀、天空之戟、4星西风枪、喜多院石文字、视作心莲、决斗枪都可以用，其中西风和视作是充能副词条，比较契合。西风的效果还能给3颗白球，对充能的帮助很大，唯一缺点就是需要角色暴击才能触发，所以这对云锦的圣遗物还是有一定要求的。石文字副词条虽然是精通，但效果能给云锦回能，满清6秒12点能量还是很舒服的。就是需要注意，如果我们用石文字，云锦就不能 EQ 开大了，需要 Q1， 而且在大招差一点就充满的情况下会比较尴尬，比较吃经验程度，最好是满镜。决斗枪特效能提供防御力，所以也可以用，但优先级没西风和石文字来的高。圣遗物推荐2守护2滑管，其中守护是滑管本就能刷到的4星圣遗物，两件套效果和滑管一样，加的也是 30% 防御力，2+2攻击就是 60% 的防御力了，4滑管加满也才 54% 的防御力，而且云锦也不容易吃满，所以更推荐2守护加2滑管。我们只要在固定词条的花和羽毛上换成守护即可，其他部位还是5星要来的更好一些。当然如果你的花和羽毛词条足够好的话，用4滑管当然也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各部位选择，杀戮位我还是更推荐充能，循环才是硬道理。云锦充能是需要堆到200才能勉强实现大招循环的，所以除非你的其他部位的充能词条歪的足够多，不然还是不要用防御杀，充能杀会更好。杯子和头毫无疑问选择防御，副词条以防御和充能为主，双爆当成天头就好。如果你用的是西风枪的话，那么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暴击率的，怎么的 40% 的暴击率得有吧。若是其他武器则不太需要考虑暴击率的问题了。队伍推荐，首先让我们想一想哪些角色是以普攻输出为主的吧。萧公、雷泽、公子、女仆、灵人，可能有人会说宁光还是以重击为主的，所以不契合。然后我们依次讲解一下这些角色的配对吧。首先是萧公，我们有了云锦可以把行秋换掉，和班尼特钟离组成双炎双火，这些2个最强共鸣我们就都能享受到了。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云锦的加成和班尼特的加成是在一个大城区里的，所以是会相互稀释的。
所以我建议可以把白影特换成行秋。低命萧公还是适合打蒸发的，虽然萧公一轮普攻只有1、4、7段能吃到蒸发，但4、7两段的倍率可是普攻里最高的呀。萧公和行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萧公的第一件能不能吃到蒸发，也就是怪头上有没有水附着，有的话蒸发次数就会很稳定，不会乱，没有的话萧公第一轮的蒸发段数就会比较乱，会丢一些伤害。不过行秋的伤害难道不算伤害吗？萧公射速快，是可以完美利用到行秋所有的羽人剑的，我个人还是推荐萧公带行秋的。如果你有万叶呢，也可以组万霄云般的阵容玩纯火，我就不做演示了。然后是雷泽，雷泽作为4星 C 可能也没什么人用了，但还是得提一嘴，雷泽的大招全程都是使用普攻的，所以和云锦是契合的。队伍我们可以选择钟离、雷泽、云锦、修女，有盾有超导有加伤有减抗。不说深渊怎么样，大世界怎么的也是可以乱杀的。不过雷泽大招的狼灵攻击是属于元素爆发的，所以是吃不到云锦大招加成的。然后是公子，首先公子最好的阵容依旧是打蒸发的双火队，只是我觉得双火队还是更适合打本，所以我更推荐大世界带上云锦，让公子搭配云锦玩一玩普攻，享受一下刀刀过关的快感。就是需要注意，公子断流只有闪和破算作普攻伤害，其他断流都是吃不到云锦大招伤害加成的。不过问题也不大，大世界还是可以乱杀的。接着就是女仆诺埃尔了，女仆和云锦算是比较契合的，就是毕竟是炎属性，所以云锦天赋的防御力加成收益肯定是会打折扣的。阵容的话就推荐女仆、五郎、云锦和凝光吧。女仆有奶有盾，是队伍中的战场输出，但是极度缺少铲球，所以我们需要凝光来帮她充能，顺便凝光也可以打一轮爆发。云锦和五郎在队中就承担辅助加伤的作用了，效果应该还可以吧。最后就是灵人了，灵人作为新出的角色，也是以普攻伤害为主要输出的，云锦对其的加成也是很大的。虽然灵人的战绩只有6秒的持续时间，但开了战绩后的灵人伤害可是 AOE 啊，所以面对群怪时也是可以快速消耗完云锦大招的次数的。就是有个问题，那就是云锦大招冷却时间是15秒，而灵人战绩只持续6秒 ，CD 12秒，轴稍微有点对不上，但目前来说也没有比云锦更契合灵人的普攻拐了，所以在新拐出来之前放心用吧。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云锦攻略的全部内容了。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云锦通用普攻拐，现阶段以普攻为主力输出的角色都可以带上它，作为4星强度还是很高的，只是当前适配的角色不多而已，推荐抽取。最后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，还请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UP 主。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